车子停稳后，何慧便抱着5岁的儿子下了车。过了一会儿，陈志搬着一箱箱的牛奶、干香菇、米粉、凉茶进来。他将东西放在墙角，跟何慧的父母和弟弟打了一声招呼。何慧的父亲边看电视边说：“陈志来了，这次又带这么多东西来，快搬到楼上杂物间去，放这儿被串门的邻居看到，又要眼红了。”陈志的脸色僵了一下，何慧赶紧朝陈志眨眼睛，眼神恳求，示意他照办。陈志不可思议地瞪了他一眼，才不情愿地搬东西上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何慧知道自己父母有些过分，也跟着上楼去。陈志气呼呼地说：“我亲自将东西送来给你家人，他们没有一句感谢也就算了，还让我搬上楼来，这么多东西，没有一个人帮忙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何慧赶紧安抚他：“我知道，你受委屈了，可我爸妈就是这样的性格，习惯了就好。”他也很无奈。陈志所在的国企福利还算不错，经常发一些牛奶和生活用品。因为陈志老家离得远，他每次都把这些东西送到自己娘家来。他觉得自己父母也确实是有点过了。女婿亲自送礼上门，他们一副不咸不淡的样子。之前他自己送礼回来时，父母也是让他一个人搬的，可他有什么办法呢？毕竟是自己父母。陈志冷笑：“呵呵，你爸妈是长辈，不帮便不帮。可你弟弟身强力壮，也坐着不动，连一声姐夫都不叫。我特么就一个人跑上跑下班，累得像狗。下次有东西你别再送回娘家来，要送你自己送。”陈志和何慧谈婚论嫁时，何慧的父母一开始不答应，后来提出了一些无理的要求，比如先给何慧的弟弟何清买房买车。陈志有些傻眼，何慧也觉得自己父母的要求太可笑了，他们想结婚还没房没车呢，父母竟然要求先去自己弟弟买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而且这是在1线城市，想要买房可不是嘴皮子一张一合那么轻易的事。但何慧父母完全不肯松口。那段时间，何慧感觉陈志急的眼睛都红了，一头是父母，一头是男朋友，他两边都舍不得，又劝不动父母。陈志的父母听了这事，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。他们说何慧父母这是把女儿明码标价在卖钱，何慧家就是一个不见底的窟窿，人心填也填不平。后来还是何慧扎破了 TT， 让自己怀孕了，她的父母把她骂得狗血淋头，不得不松口。他们要求要30万彩礼，以后何慧的弟弟结婚时，陈志必须送一辆不低于30万的车。陈志答应了，两人这才能结婚。陈志毕业后一开始在跑销售，他脑子比较活络，为人真诚，渐渐打开了局面。过了1年半，他又通过层层考核，进了一家国企。陈志对何慧的好确实没得说，他肚子渐渐带起来后，他原本想喊自己妈过来照顾他坐月子的，后来担心两地习惯风俗不同，怕他受委屈，就早早请了一个金牌月嫂，还请岳母有空就过来监督月嫂。可当时何慧的母亲拒绝了，她说一大家子都指望着她照顾，哪里走得开。当时陈志瞠目结舌，他不敢相信女儿坐月子，同在一座城市里的母亲却不愿意上门去看看。何慧虽然心里也酸酸的，但她已经习惯了。她劝着陈志不要想太多，父母养大他不容易，没有义务再为他做什么。出了月子后，陈志自己经常要加班，
他担心何慧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宁可省着自己的吃穿用度，也要请保姆做家务，让何慧能轻松一点。何慧母亲经常打电话过来说，我那时候什么都要自己做，一边带你们两姐弟，一边还要伺候全家，洗衣做饭喂猪种菜，全是我一个人操持。你就是娇气，有那闲钱，不如攒下来给你弟弟娶媳妇。经过好几年的奋斗，陈志如今已经是部门的技术总工，加上他还跟人合伙开了一家软件公司，收入还不错。两人按揭买了房，买了车，日子过得蒸蒸日上。陈志对何慧的娘家也很大方，逢年过节都主动给岳父母包红包，单位发的福利，朋友送的礼品，也会跟何慧说有空送回娘家去。可就是这样的女婿，何慧的父母还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要不是何慧在中间说尽好话，估计双方早起了摩擦。春节前，陈志的父母说，他们今年春节要和几个老朋友结伴去旅游，让小两口不用带着孩子长途跋涉回老家过年了。陈志也很高兴，跟何慧说，以前都是带她回自己老家过年，今年正好可以去她娘家过年，还让她去商场逛逛，买些礼品给她娘家父母。何慧愣了一下，说想一家三口过一个自由的春节。陈志挥挥手说，有长辈在，得跟长辈一起过。除夕夜，何慧一家三口回娘家，没想到还没进门，何慧母亲看到他们，颜色刷得变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陈志有些莫名其妙。小慧没跟你们说，我们今年不回老家过年，打算跟你们一起过，人多热闹呢。何慧母亲狠狠瞪了何慧一眼，将她扯到一旁说，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回来过年吗？何慧恳求道，妈，这让我怎么开口？我们也就是吃一顿团圆饭，吃过饭后我会想办法走的，绝对不会留下来过夜。你别想忽悠我，行李都拎来了，怎么可能不过夜？你们一家就是想赖在这里。何慧母亲转头对陈志说，女婿呀，这是怪小慧，她没有跟你说清楚，我们这儿的风俗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算是外人了，不能回娘家过年。在娘家过年的女儿会损到兄弟的福运，我们当父母的万万不敢冒这个险，你多理解理解哈。陈志惊愕，那一刻何慧简直觉得无地自容。娘家的这栋处于城中村的3层小楼，当初还是陈志省吃俭用出钱出力盖起来的，如今人都来到门口了，他娘家却不让进门，就算给口热茶喝也好啊。回城的路上，陈志自嘲地笑笑，我还当前几年你那么大度，都是你迁就我回我家过年，原来你娘家压根不准你回去过年啊。虽然这是事实，但何慧听了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她觉得特别生气，特别委屈，却不知道该气谁。陈志看她哭了，也不好再说她。一家人去酒店吃了一顿冷清的年夜饭。元宵节时，何慧的父母突然给她打电话，说朋友送了一些山里放养的羊肉，让他们过来尝尝鲜。何慧简直有些受宠若惊。这些年来，父母有好事从来不找他，找他绝对没好事。他有些警惕地问，妈，除了吃肉还有别的事吗？能有啥事？就是过年时不让你们在娘家过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想让你们回来一起吃顿饭。何慧听了这话，有些心酸，赶紧欢欢喜喜地答应下来。晚上一家人刚喝上，何慧的父亲就对何慧两夫妻说，何慧的弟弟何清相看对象了，对方要求有房有车。何慧父亲说，当初你们答应过的，得给你弟弟送一辆不低于30万的车子，
房子你们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？”何慧一听这话呆了，陈志责怪地瞥了何慧一眼，说：“爸，当初我答应过车子，便不会食言。可如今房价这么高，房子我真没办法可想。”何慧父亲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，他哼了一声：“你这些年赚了不少吧？当初要不是你先上车后补票，我肯定是要将我闺女嫁给一个富二代的，也用不着今天这样低声下气的求你。”何慧的冷汗都快滴下来了，父亲这态度都嚣张得快要上天了，还低声下气呢。陈志好脾气的继续跟何慧的父母讲道理。何慧的母亲说：“既然你说买不起也行，你们先把房子空出来给你弟弟结婚吧，他都30了，不能再拖了。”何慧有些愣：“那我们住哪里？”何慧母亲剜他一眼：“哪里不能住？你们随便租房子都能住啊，实在不行就先搬回咱家住，2楼还有空房间。”陈志的脾气再也压不住，拉着何慧和儿子要走。何慧母亲冷冷地说：“小慧，做人不能那么自私，你的日子好过了，不能不管你弟弟。你弟弟是咱家的希望，别说现在只是要你让出房子，就是将来他有了孩子，要是我没空带，你这个长姐就得去帮他带孩子。”何慧父亲也说：“小慧，这房子你要么让出来，要么给你弟弟想办法买一套新的。我不管你们两夫妻想什么法子，反正必须得帮你弟弟解决这个难题。”陈志听到这里，转身就走。何慧张了张嘴，看着决绝的父母，也只好跟了上去。回到家里，陈志跟何慧吵了一架。何慧说：“要不我们先把房子让出来吧，等弟弟结了婚，再要回来就是了。要回来，你说的真轻巧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他住进去怎么肯搬出来？这些年我借给你娘家的东西，哪样还过了？”何慧哑口无言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那要不咱们想办法给他凑个首付吧？”陈志冷笑：“只是首付吗？难道以后月供不是也要我供吗？”何慧说不出话来。陈志疲惫地说：“何慧，咱儿子5岁了，我为了让他读上公立小学，愁得大半年没睡好，看了无数个学区房，就想着怎样卖掉咱们这套房子，买套学区房，让儿子读上一个好学校。你倒好，心里眼里只有娘家。这些年你贴钱贴物帮补娘家，我可曾反对过？没有。我自认为我已经算是称职的女婿，可你父母呢？孩子去拜年，连顿好吃的都舍不得做给他吃。你弟弟啃着烤鸡腿，我儿子吃昨天的剩菜。你摸着你良心问问，要是我也这样对你父母弟弟，你会不会生气？”何慧被他接二连三的责问弄得脸色青白交加，他哽咽着说：“我知道我父母的做法有些过分，可我有什么办法？他们是我的父母啊，难道我能跟他们断绝关系？”第2天，陈志去上班时，何慧的父母又打电话来催，要他们赶紧拿定主意。何慧被逼得没办法，便偷偷给他们转了30万，让他们先凑一凑首付，月供他再想办法。陈志晚上回来，得知这事后大发雷霆。何慧被他骂得脸色阵青阵白，他抹着泪说：“我知道我应该先跟你商量，但是商量了又怎么样？你又不会同意。难道说你娶了我就要割裂我和家人的联系吗？你娶我之前就知道我家人是什么样，你既然娶了，就得负责到底啊！”陈志眼里满是失望，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，说：“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我自认没那个本事，能负责你们一家人一辈子，咱们离婚吧。”何慧瞠目结舌，陈志说到做到，第2天就搬去了公司宿舍。
将离婚协议书寄到了家里。他要儿子家里的财产平分。何慧的父母得知这事后大怒，他们让何慧死死拖住孩子，用孩子来跟陈志交换房子和存款。何慧舍不得儿子，不同意。他母亲当晚便说头疼，被气得血压高，要去住院。他父亲也说，如果他不照办，从今以后就再也不要踏进娘家门。何慧被逼无奈，跟陈志说了条件，没想到陈志更火了，直言说他给他弟弟的30万，就当是当初他许诺买车的钱，儿子他不要了，其余财产平分。何慧全家都傻眼了。离婚后，何慧带着儿子住在娘家，他父亲让他把手头的存款交出来，说要帮他保存。何慧这些天在娘家，发现父母对自己的儿子真的很冷漠，完全没有长辈对晚辈的关爱。家里做了好吃的，他母亲就会先挑最好最大块的留起来给何清，而何慧的儿子只能眼巴巴地流口水。没有了收入，何慧也有了危机感，特别是陈志真的说到做到，除了对半分的财产和这个月的抚养费，多1毛钱都不给。离婚快1个月了，他连一个电话都没给儿子打过。何慧心里又慌又怕，他本来以为陈志只是一时愤怒，母亲又在一旁撺掇他说离就离，不吓唬吓唬他。他以为老婆是那么好娶的，扣住他儿子，不信他不怕。如今陈志对他和儿子不管不问，他越想越后悔，当初不该答应离婚。在娘家住了1个月，他看到周边邻居大小媳妇的生活，大多是被丈夫轻视，被婆婆拿捏，他才明白陈志当初对他有多好，对他娘家有多尽心尽力。他担心父亲拿到钱就贴补弟弟，那他和儿子就再也没有傍身的东西，便死活不同意把离婚时分的钱拿出来。他父母旁敲侧击，软硬兼施几次后没了耐性，他父亲勃然大怒，就是养头猪都能卖肉吃，养女儿如果不能帮兄弟排忧解难，那还有什么用？何慧被父亲伤人的人气哭了。这些年我贴补娘家还少吗？弟弟的学费、找工作花的钱，哪样不是我出的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全把钱给你们，那我儿子怎么办？他还得读书呢。他父亲说，你儿子是外姓人，我们管不着他。他母亲也气愤地说，你以前不是没有这么多心机的，怎么现在跟自己父母生分了？你的钱不就是娘家的钱？你当姐姐的不能帮弟弟解决房子，已经够没用了，现在竟然还藏着钱不肯拿出来，你还配当姐姐吗？何慧惊愕，她没有想到父母竟然能说出这种话。她身边有不少重男轻女的父母，她从小已经习惯了父亲的偏心，他以为父母只是多疼弟弟一点，心里对他还是好的，没想到在父母心目中，他存在的价值只是能帮弟弟排忧解难。他看着缩在墙角，惊恐地看着他们争吵的儿子，看着这些天来渐渐变得漠然寡言的儿子，心痛如绞。他大吼道，我不会再掏钱，谁生的儿子谁自己养。啪的一声，他脸上挨了重重一个耳光，火辣辣的疼。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。何慧彻底被父亲的这记耳光打醒了。在父母心目中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他唯一的价值就是帮补娘家，扶持弟弟。当初他多傻呀，从小被父母忽视。他往娘家拿钱拿东西时，父母对他就也会嘘寒问暖。他贪恋那点温情，就不停地满足父母的各种无理要求。每一对无限索取的父母背后，都有一个纵容着他们的孩子。如果没有他一次次的纵容，他的父母也不会一次次提出更过分的要求。说到底，
还不是怪他自己。深夜，何慧一手拉着行李箱，一手拉着儿子，按响了陈志家的门铃。陈志开门看到他时，吓了一跳，赶紧将他两母子拉进屋里。看到他脸上的手指印，陈志愣了一下，去厨房里拿冰块给他冷敷。他说：“现在你明白你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了吗？我怎么说你都不愿意听，还觉得我要求你远离他们，是我过分。你弟弟是成年人了，不能总是像一个吸血虫一样，吸着别人的劳动成果生存。你的娘家根本不可能是你的依靠。说句心里话，离婚后，我觉得日子过得轻松自在多了。”何慧听了后更加无地自容，她的脸没那么肿厚。陈志说：“太晚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去酒店。”何慧一听，脸色登时变了。刚才陈志开门时，她心里充满了希望。她觉得或许陈志只是一时赌气，他只是用离婚来吓唬她。她一把抱住陈志，眼泪呼在他胸前：“老公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”陈志叹气：“何慧，我真是怕了你娘家，怕了你。我觉得我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挣钱给你娘家花，我真的累，心累。你要是愿意，以后儿子交给我吧，我会让我妈过来带他。复婚这事暂时不要提。”何慧泪流满脸。陈志没有把话说死，那就证明还有希望。他要好好表现，争取复婚，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，或者不复婚也行。一旦复婚，他的父母又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粘过来了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他都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傻，被娘家牵着鼻子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